黄金和白银到底差在哪儿？为什么普通人这么容易在白银上受伤呢？很多人一提到白银，第一反应是白银不就是便宜版的黄金吗？那涨的时候更猛，跌的时候扛一扛就好了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白银跟黄金看起来都是贵金属，但是在资产世界当中呢，它们根本不是同一类东西。今天咱们就来讲讲黄金跟白银到底差在哪儿。普通人如果把白银当黄金来买啊，那问题一定会出现的。我们先不讲复杂的啊，先算一笔账。同样是100万人民币，如果你买黄金的话呢，大约能买到1公斤2斤。那如果100万呢，你用来买白银的话呢，大概能买到50公斤。2公斤黄金呢，更像是一块金砖。那50公斤白银呢，更像是一箱金属材料。这意味着什么呀？意味着黄金是高价值密度资产，白银呢就是低价值密度资产。那更直白的说呀，这一步的差异就决定了后面一切大家看到的不同。黄金的核心属性是什么呢？它不是工业用途啊，是金融属性。黄金更多的被用来干3件事儿：对冲不确定性，作为储备资产，作为货币信用的替代物，所以它还是对冲工具，它还是储备资产。所以黄金的价格它更多反映的是系统层面的东西。但是白银就不一样了，白银很大一部分需求呢来自工业领域。你像光伏呀、电子呀、化工啊，这些都会影响白银的价格。这就决定了一件事儿：白银它不仅提醒风险，还会被经济周期牵着走。所以我们说白银它其实价格受周期驱动因素很大。经济周期一变呀，白银波动呢就会被放大。如果我们把资产比作工具的话，那黄金它更像是一个锚，它的作用就是让你的组合稳定。白银呢更像是一个放大器，行情顺的时候它会放大你的收益，那行情反的时候它会放大亏损。所以我们说白银呢它有情绪放大的作用，或者更准确的说呀，市场的情绪会放大白银价格的波动。同一段行情当中啊，比如说黄金如果它涨10%的话，那白银呢就可能涨30%。反过来也一样啊，黄金如果跌10%的话呢，那么白银呢也可能就会跌30%。所以我们看到白银比黄金波动的区间呢就大了好多倍。那么大家看到白银这种大幅的波动，就说明它天生就不适合被当成可以稳稳的拿着的那种配置资产。前段时间白银的国际价格也出现了剧烈的波动，很多人就会问了，说为什么相对黄金来讲，白银显得那么妖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有3个层面的因素。第一个层面呢是体量的差异。黄金呢是全球最成熟的金融资产之一，它的市场体量极大，参与的主体包括各国的央行、主权基金、ETF 基金、机构投资者等等。那它的定价机制相对稳定，很难被单一的某一个力量短期操纵。但是白银的市场呢，就远远小于黄金了。那么当资金集中涌入的时候，白银的价格更容易被抬高。白银的体量小，市场体量小就更容易波动剧烈。那关于体量的第2层含义，是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体积大小的一个区别。100万人民币大概能买1公斤黄金，能买50公斤白银。黄金体积更小，价值更集中，非常适合金融化、证券化。白银呢体积大，重量重，每1块钱对应的仓储、运输、保险成本都会更高。所以黄金就更容易被做成长期持有、低摩擦成本、金融化程度更高的工具，而白银呢就更容易被做成高波动、交易型、偏向期货和周期交易的工具。这也不是投资者偏好的问题，而是它们的物理属性不同所决定的。第2呢，就是需求结构不同。黄金主要是金融属性、金融需求主导的，而白银呢，很大一部分
需求是来自于工业用途，这就意味着白银的价格既受到金融情绪的影响，又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。那么这两个因素叠加的时候，它的波动就会被放大。第三个原因就是投资者的结构不同，参与白银交易的人群更偏向于短线交易者和期货资金，而黄金呢，更多本身就是要被机构长期配置的。短线资金越多，价格就越容易腰，所以白银更容易走出快速拉升、快速回撤的行情。这个腰本身不能说它是缺点，但也绝不是优点，它只不过是波动更大的表现。那么普通家庭贵金属到底要配多少比例才合理呢？我给大家一个框架，当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。第一步，你要看你总资产的结构。如果你的资产主要是现金跟房产，没有股票，没有权益类的资产，那么贵金属的作用是一种对冲风险，而不是替代一切。第二步要看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了。贵金属虽然被很多人当成是避险资产，但是它的价格波动也不小。黄金年波动率大概是在15%左右，白银呢那就更高了。如果你不能接受阶段性的回撤，那么仓位本身就不应该太重。第三呢，要看你的整体配置比例。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，贵金属合理的区间大概也就是5%到15%之间。那其中呢，黄金可以作为你核心的配置部分，白银呢作为小比例的边缘配置。如果超过了15%这个比例，贵金属在你资产配置中的这个占比就可能是过高了，很容易放大你的波动。贵金属是用来对冲风险的，不是用来替代你的全部资产的。普通人在白银上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用买黄金的心态去配置白银资产。你期待它稳，但是它天生就是不稳的。你期待它能慢慢涨，但它的性格呢，就是快涨急跌。所以总结一下黄金呢，它是用来对抗不确定性的；白银呢，是用来放大趋势的。一个更合适放在资产组合当中的核心位置，一个呢适合放在边缘地带，而且呢要小仓位配置白银。如果你能把这两个角色分清楚，你就会发现很多关于白银和黄金的争论其实根本不成立，因为我们真正要考虑的不是它们未来会涨还是会跌，而是你有没有把它们呢放在正确的资产配置结构当中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